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周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提出中国对当前国际局势的6点主张，并全面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王毅表示，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王毅在多场活动和会见中阐述了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当地时间周六，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王毅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各国人民求进步、促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王毅代表中国提出6点主张：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发展，不要贫困；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公平，不要霸凌。王毅表示，动荡战乱如同打开潘多拉盒子，挑动代理人战争，极易反噬自身。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必然损害全球战略稳定。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也不应动辄以实力地位霸凌其他主权国家。知名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描述了一个细节：周六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结束后，会场外许多国家代表等候与中方代表团握手交流，表示对中国倡议的支持和认可。王毅在联大的演讲中全面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他强调，181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均承认和接受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真正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维护不干涉内政这一发展中国家安身立命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王毅特别强调，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中国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而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以最坚定决心打击台独分裂活动，以最有力举措排除外部势力干涉。只有依法坚决制止分裂，两岸和平统一才有现实基础。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台海才能真正迎来持久和平。从王国伟的一系列的表态当中，我们会看到，中国强调的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立场的底线和红线从来没有发生变化。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来澄清中方的立场，也是针对近时期美国的舆论战所进行的有力的回击。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王毅参加了多场活动和会见。中方的台湾问题立场是他向国际社会阐述的重点内容。周五，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王毅当面向他指出近期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行径，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值得警惕的是，本月18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声称会协防台湾。白宫迅速澄清称，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变化。拜登本人周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则再次强调，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王毅在会见布林肯时指出，美方企图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搞所谓以台制华，甚至公开声称要协防台湾，发出了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信号。有美方官员透露，布林肯非常明确地向王毅表示，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绝对是至关重要的。美方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周四，在美国智库机构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王毅将台独比作一头破坏力极强的灰犀牛，正在破坏两岸关系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王毅还点名，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处理不好，很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周一，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王毅强调，实现和平统一是中方的最大愿望，也将为此尽最大努力。但必须看到，台独越猖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越消减。中国有句老话，宁失千军，不丢寸土，这就是中国人的意志和决心。
香港中评社分析认为，美国应该理解中方的立场态度，认识到处理好台湾问题的重要性。美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没变，不支持台独，完全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行为，所以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中美博弈仍会持续，美国以台遏华的策略不会变，但台湾毕竟只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维持可沟通及稳定的中美关系仍是大局。美国有很多国内及国际问题的处理，都还需要维持与中国的沟通或合作。这个时候，对于美方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进一步的加剧，政治生态复杂化的背景之下，美国打台湾牌，搅动台海局势，以台遏华这一系列的动作，它的风险是在上升的过程当中。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从正面来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于美国政客为了一己私利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我们先要打预防针，把话说清楚。中国当把话说清楚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压缩美国装糊涂、蒙混过关等一系列的这种操作的可能性，使美国呢未来要打台湾牌难度上升。这某种程度呢是对中美关系发挥更多的积极的作用。外界注意到，周五王毅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表示，中国历来主张大国，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遵守国际法，带头维护联合国权威。但令人遗憾的是，个别大国出于一己私利，以多边主义为名，行单边主义之实，打着维护所谓规则旗号，到处搞小圈子、小集团。中国将同联合国坚定站在一起，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坚定支持联合国为应对和平安全挑战发挥更大作用。古特雷斯赞赏中方长期以来在支持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并向中方通报了近期推动乌克兰粮食外运和俄罗斯化肥出口所做努力等议题。王毅说，中方赞赏秘书长积极斡旋并取得成效，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就是站在和平一边。中国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深圳卫视注意到，此前一天，王毅在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时也强调，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从不袖手旁观，也不火上浇油，更不会趁机谋利。对此，库列巴回应表示，乌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期待中方为缓解当前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乌愿开展符合国家利益的对话谈判。外交部网站显示，自当地时间周一起，王毅密集出席多场活动，仅在抵达纽约的前4天就进行了不下26场双边会晤。分析认为，此次联合国大会期间，王毅如此密集的外交活动，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朋友很多，联合国大会为中国与朋友们联络感情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足以见到世界正逢多事之秋，许多问题需要东方智慧来看待、解读，拿出各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大家从一系列的这些双边的会晤的成果当中，已经可以看出，美国试图围堵中国已经失败，而中国外交正在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的朋友圈是越来越大，而并非越来越收窄，而中国的理念、我们的方案、我们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更多国家的支持。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主持了首场蓝色太平洋伙伴外长会，还特别邀请了加拿大和德国外长出席。虽然布林肯宣称要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但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直言不讳地称，这一组织就是为了制衡中国的影响力。而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联大演讲中对美西方的恶意干涉进行控诉。索加瓦雷披露，与中国建交以来，所罗门遭到毫无根据的造谣与恐吓。第77届联合国大会进行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召集多个国家举行了首次蓝色太平洋伙伴外长会。Support region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to strengthen local cooperation and amplify the region's voice on the world stage. We're eager to hear your priorities, your ideas, your goals, and especially your hopes for the future. 布林肯在发言中声称，美国将深度致力于太平洋地区发展，并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外界认为，这次外长会是给9月底在华盛顿举行的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做铺垫。美方发起的蓝色太平洋伙伴成立于今年6月，初始成员国包括美、英、澳、日新5国，印度是观察员国，德国和加拿大外长也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从构成上看，这个组织几乎是
四边机制加奥库斯的翻版。加拿大外长梅拉尼·乔利在会前宣布，加拿大将成为蓝色太平洋伙伴的正式成员，这意味着五眼联盟齐聚该组织。很明显的是，我们会看到美国希望自己对于南太地区产生更大的影响，而美国自身认为，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些传统在南太地区有影响的国家之外，希望能有更多的国家加盟来支持美国的计划，通过这种方式人多势众来构筑美国的小圈子。虽然蓝色太平洋伙伴成立后一再声称要促进与太平洋岛国共同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蓝色太平洋伙伴没有一个成员是南太岛国。在这次外长会举行前夕，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就对外发出预告，会议的焦点就是制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实际上，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南太平洋长期不受关注，但中国同所罗门群岛于今年4月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却触动了美澳等国的敏感神经。因此，不只是大搞小圈子，今年以来，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副国务卿舍曼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对太平洋岛国掀起了一波极为密集的外交攻势。不过，对于美国搞对抗的真实意图，多位南太岛国的领导人明确表示，本地区最为紧迫的议题是气候变化，而不是地缘政治竞赛中被当作棋子。实际上，美国对太平洋岛国至今还有历史欠账。美国从1946年到1958年，在马绍尔群岛共进行了20多次原子弹和氢弹的核试爆，并采集了当地民众在核试验后的生理数据作为核辐射医学研究的素材。这一切都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身体损害。然而，美方一直拒绝对当地居民道歉并进行应有的补偿。在美国看来呢，美国认为是动了自己的蛋糕，是吃了自己的奶酪，所以呢，对于中国呢，要进行所谓的反击。所谓的蓝色伙伴关系，并不强调的是合作、包容、共赢，而是希望能够划设自己的势力范围，来试图进行这种立场的划分，甚至是强迫相关的国家选边站队，这就会造成更多的排他性的负面的影响。而对于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对于南太国家来说，他们表现得非常的抵触。甚至呢是在强调这种选边站队的做法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对于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举行首次外长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太平洋岛国独立自主开展对外交往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而不应当受到限制和剥夺。美方表示愿意为太平洋岛国发展提供更多支持，这很好，希望美方说到做到。岛国需要的是建立在平等相待基础上的互利合作，而不是出于地缘政治算计的权益操作。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也与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马茂、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等举行会谈。2019年9月，王毅与马内莱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中所两国正式建交。但是南太岛国为后院的美西方在多个场合向所罗门群岛施压。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这次的联大发言中，就向国际社会控诉所罗门群岛遭不公正对待和污蔑。The right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sovereign nations is a universal principle shared by all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索加瓦雷在联大演讲中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为联合国决议所承认，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所罗门群岛同中国建交的决定完全符合所罗门群岛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该国政府与人民做出的正确政治决断。但过去3年来，国际上有个别势力对中所建交说三道四，企图以蛮横态度干涉别国自主决定内外事务。 Solomon Islands had been unfairly targeted since formaliz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st over 3 years ago. We have been subjected to a barrage of unwarranted and misplaced criticisms, misinformation, and intimidations that threatens our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Solomon Islands has been vilified in the media since formaliz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is decision was reached through democratic processes by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Our decision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1971 World Resolution 2758. 另据路透社报道，索加瓦雷将在下周受邀参加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的峰会。很显然，美国现在在所罗门群岛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焦虑。在对所罗门群岛进行不断施压的过程当中，很明显，美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那么这种动作做多了，也会引起更多国家的关注，会看到美国刻意的拉帮结派，进行排他性的这种安排，来阻止其他国家的正常合作。这是美国惯有的霸权行径，而对美国产生更多的警惕。除了本次主场举办的峰会，拜登还可能出席多场国际会议。首先是10月15号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以及10月18号至19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不过，据泰国公共广播服务公司报道，白宫已通知泰国驻美国大使馆，拜登在出席完 G20 峰会后，由于家庭事务将直接返回华盛顿。据悉，拜登已委派副总统哈里斯代表自己出席 APEC 会议。该消息一经爆出，至于所谓家庭事务到底是什么，引发外界猜测。另外，这两场峰会举行前一周，美国中期选举就已经结束，也不会对其出访产生影响。一方面，尽管美国强调重视亚太地区，但很显然，美国重视的并不是亚太地区的共同发展，并不关注的是区域经济化的进程。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王毅外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就台湾问题立场做了重点阐述。那这发出了怎样的信号呢？主持人好，我们要把王毅的2个演讲联系起来，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在联大会议上重点讲述台湾问题，发出了中方怎样的信号。他在9月22日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灰犀牛。灰犀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概率大而且危害性巨大的潜在危机。在美国的怂恿下，特别是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后，台当局愈加的张狂，俨然要自我绑上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战车，大踏步的走向这个台独路线，从事国家分裂活动，试图打破中国和平统一国家的进程。王毅给出了阻止灰犀牛的2个策略，一是要坚决的制止台独分裂，二是希望美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联合国大会上，那么在这个更具世界性的舞台上，王毅重点阐释中国对台问题的立场，就是要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中国统一国家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他的联大发言进一步的澄清了一个事实，即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2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没有任何的空间，不符合国际法。这是对美国等国模糊中国领土主权的强力反击。他重申了一个主张，即中国尽最大的诚意和最大的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坚决打击台独分裂活动，用最有力的措施排除外部势力干预。中国的内政由中国来解决，美国等外部干预势力无权干涉。他还亮明了一个目标，也就是只有中国实现完全的统一，台海才能真正的迎来持久的和平。国家统一的目标是任何势力所不能阻挡的。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时也把话挑明了，他警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收手，否则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这也回答了美国这个怎样站位才叫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那就是别染指这个台湾事务，别打台湾牌了。美国在纽约组织了蓝色太平洋伙伴高层会议，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对中国的发展有何影响呢？那么这个组织是奥克斯加美日印澳4方会谈再加五眼联盟的这个叠加产物。我们知道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这个先后通过拉帮结派构成好几道防线，这个西太平洋第一岛链，4方会谈机制构成的菱形包围圈，印太战略下从东北亚到东海再到南海和印度的 C 型包围圈，现在则在这个南太平洋构建所谓的蓝色太平洋伙伴，阻挡中国影响力进一步的延展。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这是美国试图拉拢南海国家及相关国家来对中国来制衡，但另一方面美国在南海地区设防线，也意味着
美国势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中国呢以合作与发展为主流的影响力是很难被阻挡的。中美对南台地区的这个岛国这个策略呢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呢是本着合作共赢的立场，在南台岛国所做的都是有利于发展的事，无论是发展贸易还是加大投资，都是为了发展。特别呢是今年初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是中国力量获得南台这个国家信任的标志性事件。而美国呢以往对南台地区基本上是不管不问，那么看到中国影响力呢已经到了南台地区，才感到有紧迫感。这紧迫感呢并不是对忽视南台岛国发展的良心发现，而是呢要加码制衡中国。但是所谓的蓝色太平洋伙伴呢，能挡得住中国与南台岛国的合作吗？我看呢是很难的。结果可能恰恰是相反。今年呢，美国鼓噪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架子搭下来以后呢，这个发现东盟国家呢与中国的关系是更加密切，对美国制衡中国并不感兴趣。那么有的国家呢都退出了与美国的这个贸易规则谈判。中国外交部对蓝色太平洋伙伴组织的回应呢是很大气，也显示出了中国的自信。发言人说这个美国给南台岛国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很好希望说到做到。我们中国呢是欢迎美国为岛国发展贡献真金白银，可别出于这地缘政治的算计而进行假大空的权谋操作和鱼龙扎虎。据新华社消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推荐、反复酝酿、层层遴选，选举产生了2296名党的20大代表。即将召开的党的20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选举产生的20大代表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作风品行、较强的议事能力、明显的工作成绩，具有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符合党中央要求，受到广大党员拥护，为大会胜利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奠定了坚实基础。出席党的20大代表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20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今天是辽宁舰入役10周年。2012年9月25号，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代表中国正式迈入航母时代。10年间，辽宁舰逐步建立起航母编队综合攻防体系，形成了包括远海作战运用的系列战法，实现了从试验训练平台到备战打仗先锋的华丽转身。中国海军也从浅蓝走向深蓝。10年磨砺剑伴随着辽宁、山东、福建3舰到位，中国海军已正式进入了3航母时代。鸣响汽笛，悬挂带满旗，辽阔的大海上，辽宁舰官兵以海军最高礼仪迎接母舰10周岁的生日。10年来，我们全舰官兵牢固树立舰听我指挥，我听党指挥的忠诚意识，一切工作坚持以战为主导，以战为中心，实现了从能航行到能打仗的能力跃升，取得了部队建设发展的阶段性成果。10年来，中国航母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从滑跃到弹射的升级跨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速度。2019年12月17号，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交接入列。2022年6月17号，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近日，央视新闻联播又播出了福建舰进行细泊试验的画面。细泊试验顾名思义，就是在西装的泊位原地，按照先设备后系统、先小系统后大系统的顺序，一个个启动军舰上的设备，从局部到整体进行试用，以验证其是否
达到设计性能，是否满足相关规定和要求。在船舶建造过程中，细泊试验是在西装之后的阶段，往后就是航行试验，也就是海试。海试完成后就能够交接入列。周五播出的新闻联播的一个画面引发外界注意。画面显示，辽宁舰甲板上停放着24架歼15战斗机，这也是公开报道中航母甲板上歼15战斗机停放数量最多的一次。前不久，渤海某海域满载着歼15舰载战斗机的辽宁舰破浪前行，数架战机采用轮转出动的方式分批次起飞，在空中完成战斗任务交接后循环着舰，实现了舰载战斗机出动和回收间隔时间、再次出动准备时间、同时放飞架次等多项突破。航母说白了就是呢，看在飞行甲板上如何的去更有效的调度呢舰载机，也就是如何呢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舰载机放飞，把舰载机回收，而且呢回收和飞行作业还不能互相干扰。实际上对于指挥调度就要求呢非常之高的，24架歼15战斗机出现在飞行甲板上，这对于指挥调度的要求难度之高是跟最初在飞行甲板上只有几架相比那是几何级的。所以这就说明海军对于航母的运用已经是非常娴熟了嘛，而且这也就意味着辽宁舰的全甲板攻击能力比以前大幅提升嘛。飞机数量不断增加，航母编队战斗力不断提升。改革强军10年来，辽宁舰实现飞沙昼夜起降、突破岛链、实战部署、体系作战的辉煌战绩。10年前，就在辽宁舰入列仅2个月后，2012年11月23号上午，戴明盟驾驶编号552的歼15舰载战斗机稳稳地降落在辽宁舰飞行甲板，首次实现舰机阻拦着舰。与此同时，歼15起飞指令动作航母 style 走红大街小巷，大家将这个动作亲切地称为走你。简单的手势饱含着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歼15试飞员机务保障团队的共同智慧，更彰显了国民自信。2013年5月10号，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正式组建。2017年，航母舰载机部队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实现夜间起降，这意味着中国航母辽宁舰编队初步具备形成全天候作战的能力。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舰载机夜间起降技术的国家。实现夜间技术的突破，掌握夜间逐舰技术，意味着我们具备了全天候，尤其是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任务的能力，发挥全时作战优势，从而在未来的战场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4月，山东舰副舰长徐英驾驶歼15飞机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这次阅兵也是海军航母编队首次以战斗编组形式接受检阅。作为新制作战力量，航母部队常态化出岛练远洋训练，体系化编队大洋练兵，战斗力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前不久，正在西太平洋某海域开展训练的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远距离发现一批不明空勤目标，向编队高速飞近。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数架歼15舰载战斗机直扑目标空域，编队各属舰从多个维度由远到近构建严密攻防体系。据介绍，在远海大洋处置应对这样的突发敌情是航母编队的常态。航母呢，就是为舰载机服务的一座海上的浮动平台。航母的攻防作战能力主要就是体现在舰载机上边，所以舰载机的性能和数量就决定着航母的战斗力。而且呢，在航母进行作战的时候主要的战斗力体现在飞行甲板上停放的舰载机身上，因为呢，只有这些舰载机才是随时能够使用的。10年来，以辽宁舰为核心的航母编队加快提升体系作战能力，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劈波斩浪，成为彰显大国自信和实力的窗口。2013年10月28号，辽宁舰通过台湾海峡奔赴祖国南海。2015年7月，辽宁舰首次组织实弹射击，取得了全部命中的好成绩。2016年起，以辽宁舰为核心的航母编队多次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开始推动全要素、全流程整体训练。特别是2021年12月，辽宁舰编队历时20余天，跨黄海、东海，并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多个海域，进行多个课题综合演练，互为条件对抗训练。
2022年8月初，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之际，解放军官宣，在近日为台岛周边开展的联合军事演习中，解放军组织航母编队威慑演练，构建海上立体作战体系。中国航母发展到今天，短短10年时间就实现了辽宁舰编队走向深蓝、战斗力跃升的目标，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航母发展之路。10年前，辽宁舰的发展是在无资料、无经验、无借鉴的情况下艰难起航。从那时起，立起首舰标杆的辽宁舰担负起首创任务，聚焦转型备战，一路劈波斩浪，成功探索出一条创新开拓的先行先试之路。辽宁舰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创新史。10年的成长实践告诉我们，辽宁舰靠创新白手起家，也正在靠创新跨越式发展。未来走向深蓝的我们，会面对更多未知的挑战和困难。我们要瞄准强军最前沿，驾驶航母跑出新时代转型发展加速度。辽宁舰的10年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的10年。我们新生代航母人将会继续锐意进取，向战而行，在未来与辽宁舰一起挺进更深的蓝。2022年6月17号，随着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中国航母从滑跃再次进化到弹射加电磁，一批成熟的航母舰员再次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的岗位，各种配套装备也正在按期推进研发。中国海军的航母时代正在不断书写着新的故事。这些年，我们航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航母之路在现实中成果得到了检验。现在，国产航母山东舰的使命任务也在不断拓展、快速发展。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蓄势待发。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3航母将会在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的强大威力。3航母时代对中国海军的意义是非常之大的。那首先呢，就表明中国海军呢已经确立起来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海作战能力的建设嘛。第二呢，就是说明有了3艘航母之后中国海军在未来能够呢随时保持1艘航母在海上的执行任务。这样一来的话，那显然海军在海上的进行作战的能力那就大大的提升了。在短时间内，海军呢还可以呢组织起来2个航母编队在海上的执行任务。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评论员秦真，秦先生你好。今天是辽宁舰入列10周年，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新时代的人民海军已迈入3航母时代。辽宁舰为我国航母从探索走向成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觉得简而言之就是发挥了试金石的作用但是它的重要性怎么渲染，我觉得都不为过因为正是由于这个辽宁舰它的服役，让中国的无论是工业部门、科研部门，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都从一个完全的航母的门外汉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接触过航母，到这个完全拥有这个自己的航母，并且经过摸索，让这艘航母从一个科研实验状态，让它生成了战斗力摸索出一套完善的航母的科研制造，包括使用流程当中的各种规范规则这种一套体系的生成和制定，所以它起到了真的一个功不可没的作用。辽宁号只能算是由中国的工业和科研部门完善的一艘外国的半成品航母然后辽宁号下水服役之后的7年，也就是2019年，那么完全由中国自己的科研人员、工业部门用中国自己的材料制造的第2艘航母就是山东号下水服役，一直到今年，也就是中国的第3艘003号叫福建舰航母，完全是直通甲板，而且是用电磁弹射器的航母，正式的下水，到这样一个3步走的完美的一个跨越。所谓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么辽宁号起的就是这个种树的作用，它的一切无论从制造到使用都是这种摸索的状态，它摸索出来一套完整的这种规则和体系之后，就为后续的航母的使用那么铺平了道路。后续当然可能还有改进，但是是以辽宁号为基础的。那您怎么看目前中国航母舰载机的发展状况呢？中国航母的舰载机实际上这个
发展的也是非常之快，而且发展的水平之高啊，可以说是让全世界各国都是为之赞叹。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中国之前也说了，无论是航母，无论是舰载机，中国原来的经验都是零，中国都是从零起步，都没有接触过。它不像有些国家，有些成熟的老牌的海军强国，像美国、日本、英国这些国家，他们实际话说，在2战之前就拥有航母。他们航母的舰载机是从当年的活塞发动机、螺旋桨飞机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中国不是，中国之前根本就没有航母。中国这10年间拥有航母、拥有舰载机的使用经验，而且中国的舰载机上来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重型的一款舰载战斗机，或者最大最重型的舰载战斗机之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歼15舰载战斗机，它起飞权重是30多吨。从这个回顾之前的航母的这个发展史，世界各国来看的话，这样起飞权重30多吨的喷气式舰载机，之前只有美国的 F-14，包括苏联的、俄罗斯的苏33是这样一个起飞重量，而且是个喷气机。喷气机大家知道着舰的时候速度是很快的，很危险的。但是中国是相当于一步到位，之前没有任何舰载机使用经验，但上来就搞了一个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一款舰载喷气式战斗机，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完成了它一系列非常完整的这个试验的流程啊，包括陆地上的起降试验，包括最后上航母之后的各种这个起降的试验和训练。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令人赞叹的啊！如果以中国的国力和科研的水平来看的话，相当于你是一个本科生，但是你最终完成了一道博士生的考题啊，博士生的一个科研的答辩，而且是交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答卷。美军有 F-35这样的隐身舰载机，那您怎么看中国舰载机未来的发展呢？我们知道驻日美军的航母现在也逐渐在这个配备 F-35C。啊，包括它的2栖攻击舰上也逐渐的在配备可以垂直短距起降的 F-35B， 甚至于连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像出云号这样的轻型航母也准备要部署 F-35B。所以实际上当下这个 F-35的这种包围和威胁已经形成了，不是逐渐在形成，是已经在形成。那么中国当下的航母的舰载战斗机，大家知道是歼15。歼15当然前面说了，很优秀的一款战斗机，起飞权重30多吨啊，机动性也不错，然后起飞重量大，飞行的距离远，携带的武器多啊，携带的油料也多。按这个国际上划代，像 F-35那样划为叫第5代，那么中国的叫第4代。总之是存在一个代差，这个代差主要的体现还是体现在我觉得在隐身上，隐身是最大的一个鸿沟啊，因为隐身和不隐身啊，它是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都没法弥补。隐身机和非隐身机交战的时候，相当于对这个非隐身机一方是透明的，对隐身机一方你是看不到它的，所以这个作战是无法进行的。所以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也一定要研发自己的隐身舰载战斗机，这是势在必行的。如果上了中国的航母之后，会让中国的航母如虎添翼，届时中国航母的舰载机也完全可以和世界最顶尖、最优秀的航母舰载战斗机去相媲美，去相抗衡。1年前，美英澳领导人高调宣布，3国决定组成奥库斯的新安全联盟。作为该联盟的先行重点项目，美英将向澳提供核潜艇技术，助其组建核潜艇编队。不过，就在该联盟满1周年之际，拜登政府被曝正在讨论在美建造澳大利亚的首批核潜艇，从而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中方此前曾多次强调，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美澳的最新动向又将为地区形势带来何种不安因素？来看报道。美英澳3国于去年9月15号签订名为奥库斯的盟约，合作内容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水下动力、超音速和反超音速以及电子战等技术。但这1年中，全球舆论注意到，奥库斯的实际行动仅仅是向澳大利亚输出核潜艇这一个方面。周五，奥库斯发表声明，声称坚定致力于协助澳大利亚尽早具备核潜艇能力。同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爆料称，美国政府正就美国为澳大利亚建造首批核动力潜艇事宜与澳政府进行讨论。
从核动力潜艇技术转让到由美国为澳大利亚建造首批核潜艇，拜登政府的这一打算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曾多次强调，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紧迫性，因为澳大利亚之前撕毁了与法国签署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常规动力潜艇合约，这有可能导致澳军将出现潜艇的空窗期。马勒斯曾透露，澳方有望在2023年上半年发布初步公告，确认核潜艇的型号选择。但他预计，第一艘澳大利亚核潜艇至少要到2040年才能服役，还要再过10年，也就是到2050年前后才能具备作战能力。此前，澳大利亚主流媒体都认为，澳方想通过奥库斯从美英手中购买核潜艇的可能性很渺茫。事实上，这一想法也遭到美国军方的强烈反对。五角大楼官员曾表示，当前美国海军的换代压力巨大，无论是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还是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都接近服役末期。美国造船业即便全力运作，也只能勉强满足自身的换代需求。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曾分析指出，如果要扩大核潜艇产能，美国的造船厂要先期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兴建各种设施，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不划算的，除非澳方愿意做出一些贡献。澳方还曾提出向英国租借机敏级核潜艇的想法，但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本月对记者表示，英国无法向澳大利亚提供英国海军现役机敏级攻击核潜艇，因为英国总共也只有5艘。奥库斯这个所谓协议，他们签署的，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仓促的。其实并没有和这种制造商啊这些经过严格的这种研判，到底多长时间能造出来。那么以至于现在传出来的声音是，他们可能不能够按期交付。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政治评论员布鲁斯·黑格近日发文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奥库斯更像是一场骗局。黑格认为，虽然澳方一些政客和媒体经常把奥库斯协议这个名词挂在嘴边，然而事实上，在公共领域的许多问题上，美英澳3国根本没有达成一致，协议更是无从谈起。澳大利亚购买核潜艇一说只是一颗政治烟雾弹，是为了掩盖美国希望在澳大利亚直接部署核潜艇的事实。美国借表面上的潜艇交易，把澳大利亚作为基地，对中国形成吓阻和对抗之势。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进驻了位于达尔文市澳大利亚陆军第1装甲团兵营。现在，美国想对位于弗里曼特尔的澳大利亚海军斯特林基地进行升级改造，以便能够停靠美国核潜艇。美国还想在澳大利亚东海岸新建一个潜艇基地。外界也不断质疑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必要性，因为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底端，2战结束以来从未受到任何军事威胁，为何要发展一种具有远航攻击能力的武器？答案只能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其实美国搞这个奥库斯呢，实际上是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马前卒来驱使。因为美国呢看到中国的崛起呢，按照美国的这个冷战思维定势，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这个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所以呢，美国要构建这种围堵中国的包围圈。那么，美国感到以他自己一家的实力还不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要把更多的国家拉进来。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新西兰、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就明确表示，将禁止澳大利亚核潜艇驶入该国水域。上周，中方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在单独正式议题下，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大使列出了这3国核潜艇合作的7大问题，并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达成以来，核武器国家首次公然向无核武器国家输出成吨的核武器材料。不光是输出数量大，在浓缩铀丰度上，美英直接向澳输出丰度超过90%的武器级高浓铀，远超其为伊朗划定的3.67%红线。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涉及核武器材料的非法转让，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但一直以来3国始终回避其核扩散行径的问题本质，散发了很多的谬论来混淆是非，误导国际社会。
值得警惕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和稀泥的苗头。本月中旬，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美英澳核潜艇合作保障监督问题向机构理事会提交报告，表示机构已与3国就相关问题开展技术磋商，还表示欢迎美英澳就此与机构保持接触。舆论认为，这是企图将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洗白的行为。王群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不能沦为3国政治工具，做出误导性结论。总干事在缺乏正当法律依据和成员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处理美英澳3国核潜艇合作这一核扩散行径，甚至在这3国尚未申报有关核材料和核活动的情况下，就已做出其核潜艇合作适用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例外条款等一系列结论，这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十分荒唐。实际上，这个3国的核潜艇，从本质上那就是错的，不光是涉及到核扩散，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而且的话呢，还直接抵触那个机构的规约的宗旨，不要南辕北辙，更不要火中取栗，为3国的核扩散行径背书。美国国家利益上月底刊文指出，奥库斯合作暴露了华盛顿的双重标准，即允许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却对伊朗核计划采取强硬立场。文章还提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以不扩散为由，阻挠法国和英国向加拿大出售核动力潜艇。如今，他决定向澳提供核动力潜艇，这表明拜登政府心安理得地按照自身喜好扭曲核不扩散机制。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周日上午6时53分许，朝鲜在平安北道泰川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在美军里根号航母时隔5年重新驶入韩国海军基地，准备参与美韩海上联合演习之际，朝方的这一动作可被视为对韩美近期一系列对朝军事威慑与遏制活动的抗议。这枚导弹在清晨6点53分左右发射，属于朝方导弹试射的惯例。朝鲜联合参谋本部在通报中称，就在韩美联合海上军演前夕，朝方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约为600公里，飞行高度约为60千米，速度约为5马赫。这枚导弹的射程较长，飞行速度比往常较慢，在飞行末段采取了机动躲避，出现下降段上拉的变动轨迹。但日方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这枚导弹飞行约400公里，最大高度50公里，最终落入日本海，位于日方专属经济区以外。综合各种技术参数，韩军认为朝方试射的很可能是 KN-23 导弹，又被称为朝版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目前，朝鲜方面对此暂无回应。KN-23 首次亮相是在2018年2月8号朝方举行的建军节阅兵活动中，第一次飞行测试是在2019年5月4号。KN-23 可搭载战术型核弹头，被韩军认为是对韩国威胁最大的一款导弹。KN-23 刚出现时，有韩国军方人员惊呼，这款导弹在急速下降后可转入水平飞行，然后急剧改变飞行轨迹，垂直爬高，最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突破了当时韩国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拦截成功率极低。之后，韩军加强了侦察卫星、侦察无人机和远程雷达方面的能力。无论是试射弹道导弹还是试射巡航导弹，它向外界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我现在这个所谓的核导能力，也就是核武器再加上导弹这2个能力，它最终要归结为我的实战能力。它安排在这个时候，因为美国航母来到半岛，它必须做出一个坚决的回应。在朝方试射后，韩国总统办公室国家安保室第一时间向总统尹锡悦汇报了相关动向。市长金圣汉紧急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方案。韩方指责朝方试射加剧半岛及地区紧张局势。此外，朝核问题韩方首席代表、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当天分别同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和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船越健裕通电话，商定维持美韩联防态势，并持续加强美日韩3方合作来应对。美国印太司令部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协防韩日的承诺坚不可摧。拜登上台以来，他的一个基本的政策方向就是，与其说他更在乎怎么解决朝核问题，他更在乎加强美日韩3边合作。而韩国在这个尹锡悦上台之后，目前美韩之间的整个
这个军事训练也好，应战准备姿态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2018年之前的水平。韩联社指出，这是自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朝鲜第5次试射导弹。朝鲜此次武力示威或针对韩美海上联演。事实上，就在朝方此次试射之前不到48小时，美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周五进入韩国釜山海军作战基地，参加周一起举行的美韩海军联演。这是时隔近5年，美军核动力航母首次进入韩国水域参加美韩联演。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强化美韩同盟来对朝施压。例如，这次里根号航母赴韩演习，就是尹锡悦5月与拜登见面时商定及时有效的在韩部署美军战略资产，以及7月美韩防长就加强韩美同盟遏制态势达成协议的后续措施。里根号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它在上一任务周期后入港休整不到1个月就参加赴韩演习任务，这一罕见调动受到日本媒体的关注。日本媒体上周在报道里根号出港的消息时曾表示，里根号如此频繁的部署不同寻常，也凸显美军目前在西太区域可以动用的航母不足的困境，因此不得不让里根号疲劳上岗。朝鲜国际政治研究学会发表一份报告指出，近期美韩军演是史无前例的敌对行为，是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持续动荡以及濒临核战争边缘的玩火行为，是北南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的主要障碍，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战争边缘。而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前，美韩刚刚举行了下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重点检验了两军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和大规模地面进攻能力，进攻性和威慑意味浓厚。这是美韩时隔近5年首次进行团级以上规模的联合军演，规模庞大。除了电脑兵推，还有13项海陆空联合野外科目。当时朝鲜就以试射2枚导弹进行回应。我们知道，其实2018年之后，朝方和美韩之间是一种处在一种默契的关系，就是朝鲜停止这个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但是美韩呢，也要这个缩减这个联合军演，但是这种默契在今年以来是完全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朝鲜半岛更多的是一种慢性的危机循环。从目前美韩的这个举措来看，可能朝鲜半岛更让人担心的并不是某种突然的这个爆发危机，而是处在下一轮这个慢性危机循环的初始阶段吧。